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与大家分享特别美味的糕点糯米芋头糕，这也是来自新加坡网友 Anita 提供的食谱。舅舅有做了一点调整，用一个比较简易做法，成功率更高，口感比较好，也更美味。希望 Anita 可以接受，更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又香又好吃，大家肯定喜欢。谢谢嘟嘟，我们这就开始。糯米400克，洗干净后清水浸泡最少4至6小时。浸泡后将糯米沥干水分，然后倒入个耐高温料理盆内，加入8克食用盐。这牌子椰奶1包，200毫升。相较其他牌子，这牌子的椰奶会比较浓稠，所以舅舅多加了150毫升清水。如果选用其他牌子的椰奶或新鲜现挤的，一般会比较稀，所以这水量只需120毫升左右就够了。此部分还请大家自行拿捏，将所有食材拌一拌匀，然后在备好的食材上加上几片斑斓叶，再放入蒸格内，中高火蒸30分钟。或内倒适量食用油，小红葱100克，切片后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再将葱片油炸至金黄色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冷却后的油葱酥颜色还会更深一些。先将葱酥沥干油分，再摊开散热，然后搁置一旁，降温后备用。时间到，这是蒸了30分钟后的糯米饭。先将斑斓叶去掉，再将米饭拨散。这时候可以试个味，顺道看看米饭是否足够软糯。如果一切都觉得满意，就可以取出了。再将切成条状芋头放入，大火蒸20至25分钟。在糯米饭内加入约1/3的油葱酥拌匀。在起始方模内垫上一张烘焙纸，再将拌匀后的糯米饭倒入。这时候的米饭还是有点热的，先用双筷子摊匀，勺子背后抹点油，再将米饭压一压平。最后再用个平面板子或干净的平面杯底都可以，将米饭轻轻压实。好了，就这样搁置一旁待用。这时候的芋头也蒸熟了，很好，都熟透了。先取出小部分100克左右，另放一旁，剩余的全部倒入个料理盆内。再加入30毫升牛奶，10克紫薯粉，成品颜色才会好看。100克细砂糖，这甜度适中，不建议再减糖量。最后再加入15克玉米淀粉，这样完成后的芋头泥才不会软绵绵，才会好吃。趁热将芋头捣烂。对了，如果家里刚好没有紫薯粉的朋友，可以改用100克紫薯，加入芋头内，一起蒸熟就可以了，效果也很接近。看吧，这拌匀后的芋头泥，颜色是不是很好看呢？紫紫的，很漂亮。这时候再加入2大匙炸葱油，喜欢芋头泥口感更绵密的朋友，这葱油可以加至3大匙。拌匀后，再将预先备好的芋头加入，再轻轻拌匀即可。在备好的糯米饭表面，用支叉子轻轻刮一刮，这样糯米饭与芋头泥才会粘合得更好。好了，将备好的芋头泥全部倒入。
平面板上一样抹点油防粘，再将芋头糕生坯抹匀，抹至芋头糕生坯表面平整光滑，这样完成后的成品才好看。蒸锅里热1锅水，将芋头糕放入，盖好，中高火蒸20分钟。甜菜脯70克，过个清水，沥干后再将水分挤干。炉开中低火，再将挤干水分的菜脯倒入炒干，炒香，一直炒至菜脯金黄色，溢出香味后即可离火。这时，我们的糯米芋头糕也刚好蒸熟了，直接开盖取出，小心烫手。将炒香后的甜菜脯直接撒上，再加点青葱粒，新鲜红辣椒切成小颗粒，也加一点进来。最后是预先备好的油葱酥，均匀全部撒上，美味可口的糯米芋头糕就完成了。待成品完全冷却后，才可以切成小件。舅舅这是在室温下搁置了1个晚上的成品。哇，整个厨房香喷喷的，真的太香了！冷却后的糯米芋头糕，只需用只塑料刀就很好切件了。看了超想吃的。是的，嘟嘟，这一块就让你尝尝。谢谢舅舅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吃吧吃吧，完成后的糯米芋头糕当成早餐或下午茶点都很美味。来自新加坡的杏红大哥，您还在观看我们的视频吗？如果您的家人还在想早餐吃什么，这个糯米芋头糕您就千万别错过了。是的，太好吃了。糯米饭一点咸咸，芋头又香又甜，加上浓郁的芋头香，整体就很搭，感觉就特别完整。真的太好吃了。这芋头糯米糕一次享用不完，记得冷藏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蒸热，一样软糯美味。谢谢阿妮塔的食谱分享。对，做成生日蛋糕的样子也很可爱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喜欢，就请分享给您的朋友们吧。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是的，舅舅的料理很好吃的，订阅了就不会错过舅舅很好吃料理了。是的，订阅还是免费的。谢谢大家，分享美食让人心情愉悦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